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心率监测环，戴在脖子上的。这次旅行中，您得全程带着。如果您身体有任何异常，这东西会发送求救信号给我们。原来如此，这样扣住就可以了吗？对的，先生。我叫乔克，6年前开了一家虚拟货币公司，其实没太多生意头脑，纯凭运气赚了些钱。风口虽然已经过了，但我止损的及时，还留下了点积蓄。大半年前，网上看到70万美元评价太空旅行的广告，一开始还是将信将疑，但观望了2届，之前的游客都反馈良好，所以想报名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贵人。但因为之前的功利心太重，直到坐上宇宙飞船才开始对自己即将进入太空的事紧张起来。你还好吗？看你一直在出汗呢。想到自己真的要上太空了，后知后觉的开始紧张了。哈哈哈哈！我也是因为一个人坐火箭紧张的要死，还不给带手机，所以才来和你搭话的。我叫乔克。马特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也是一个人来的？对，小公司做生意吃力，想出来看看有没有机缘，所以就把妻子和女儿丢家里，自己一个人跑过来了。是不是有点不太负责啊？哈哈哈哈！出来玩还想着工作，分明是负责过头了好吗？不像我领了任务出来的，但满脑子都是在想着玩呢。哎，我还以为领任务的都是前2批已经去掉了呢。那怎么可能？肯定是确保了真实性和安全性再上传啊，不见得拿纳税人的钱往骗子手里塞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火箭将在3分钟后发动，请各位根据视频指示系好安全带。我和马特的对话被火箭的启动打断了，重力将我们的身体牢牢按在座椅靠背上，动都动不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股令人喘不过气的压力才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被固定住的小腿开始飘了起来。真没重力了，我们真上太空了，马特。好像有什么东西沾到了我的脸，湿哒哒的，不会是有人吓得尿裤子了吧？红色的人头，那飘着的是人头吗？天啊，杀人了！马特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不祥的预感从心头涌现，全身绑着的安全带和嵌入式的座椅让我行动有些困难，但我还是艰难地探出头去，看向马特的座位。只见马特的头已经不见了，沿着颈环的上沿被完整的切了下来。这次旅行中，您得全程带着。如果您身体有任何异常，不会是针对领了任务的人吧？不可能啊！特地制造那么多目击证人。各位不必惊慌，有威胁的个体已经被排除。接下来我们将与空间站对接，在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前，请系好安全带。颈环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率监测，而是杀人的工具。但杀掉乘客的意义是什么？杀鸡儆猴，让剩下的有钱人老老实实掏钱，拿宇宙飞船抢劫，又只收10万美元的船票。乘船的绝大多数都是我这种没什么底蕴的小暴发户，抢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本？莫不是被什么危险分子劫持了飞船？感觉也不是，因为旅行手册里根本没有什么空间站。冷静点，乔克，从有些角度上讲，既然广播说有威胁的个体已经被排除了，那至少说明我对他们没有威胁，暂时不会被排除。一边强迫自己冷静，一边跟着乘务员的指示走出了航天飞船，乘坐升降台来到了空间站中。不同于宇宙飞船，空间站不仅有重力，还要略高于地球，体感上和穿着20磅的负重背心差不多。当我还在暗喜自己止损后没事就泡在健身房里，这个重力对我强健的身躯压力不大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客人便骚动起来。第一位踏出登机桥的客人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立刻后退了几步，撞在了他身后的女士的身上。但那名男子浑然不觉，而是叫出了他所看到的东西：外星人。听到有外星人，有些乘客往前极想一探究竟，更多则是条件反射的后退想逃跑，人群一时间乱作一团。请继续往前走，到达各位的房间后，有东西能解答各位的疑问。听空姐这样说，众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路上的确遇到了2个外星人，就那么在过道中间站着，自顾自地交流着。外星人们明显也发现了我们，但只是稍微看了2眼，就将注意力移回了对方身上。很快，在空姐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囚室。房间中没有床铺，也没有生活设备，有一些箱子和可能是柜子的东西，我试过了，都不能直接打开。这次太空旅行一共有30人，除马特外还死了4人，其中2人和马特一样是有上面背景的官方人员，还有就是2个富豪的保镖，好像之前是退役军人。顺道一提，还有2名活下来的保镖。听到这事后，表情就有些微妙，同时带上了活下来的庆幸和能力得不到认可的不甘。
而房间的分配方式好像是根据太空飞船上的座位号来的，所以我原本的室友马特已经死了，但房间却没有重新分配，成了独占一间。照常理来说，这种情况孤身一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但房间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这家伙。您好，乔克先生，我是您的 AI 助理，太空专用 AI 翔，您可以叫我翔子。刚刚空姐说过会儿就有人可以解答我们的问题，就是说的你吗？是的，请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翔子解答吗？这个所谓的太空旅行的真相是什么？这里是 YX 星驻太阳系地球观测空间站，原本在 YX 星是没有休假的，这所空间站的工作人员们已经有40年没回家了。但随着对地球的观测，他们越来越羡慕可以放假的地球人。为了提前结束监控任务，他们打算摧毁地球文明，希望得到您的协助。为了放假就想摧毁地球？没有，只要摧毁地球文明，将地球从观测名单中移除就可以了。摧毁我们，还希望得到我们的协助？是的，我们希望通过太空旅行来筹集资金和人手，协助我们摧毁地球文明的计划。这旅游不是已经办了3期了吗？之前2期的人都正常回到地球了呀。您可能有所误解，乔克先生，我们会对所有协作者进行洗脑，洗脑成功者会作为我们的间谍被放回地球。没成功也不要紧，虽然您会被杀死，但会制造您的克隆人，让他照顾好您的家人。在地球文明毁灭前，您不用担心家人的安危。今天是来到空间站的第3天，第1天是样本采集，有一根线一样的机器人把针注射进去，再从嘴里爬出来，说是从耳屎到前列腺就全部采集好了。如果需要克隆，脚臭味都跟你还原的一模一样。第2天是信息收集，不停地问你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但不需要回答。按翔的说法就是观测脑波就可以，比较节约时间。第3天开始就是自由活动，因为有些人被关在囚室里时间长了，精神状况不太稳定，加上随地大小便，加之有警环的威胁，不怕人类乱来。等外星人下班了，再把人类关进囚室里。而在外活动的期间，时不时就有人被外星人带走，我也跟着去看过。外星人让那些人进到一个机器里，关1个小时左右再放出来。放出来后或多或少变得有些怪，但具体又说不上来，可能就是 AI 说的洗脑吧。甚至有人可能已经被换成克隆人了。我观察下来有3个突破点。1. AI 没有骗人，这座空间站是纯科研观测用的，不具备作战和关押俘虏的功能。我们被关的牢房只是不同的储物室。外星人的纪律性很低，操作洗脑机器的时候也允许我们随意观摩。2. 这些外星人的确很不喜欢干活，本职工作绝大多数都交给 AI， 每天10点上班，12点午休2小时，5点准时下班。但只有2处他们不会偷懒，洗脑用的机器外星人都是全程手动操作，并且会保证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。3. 空间站里有很多大红色的按钮，旁边都印着祥子的 logo。我问了祥子那按钮的作用，被告知没有权限获知。于是我自称好奇外星人的语言，看了几期基础外星语教程，确认了按钮旁的小字有紧急的状况关闭等意思。洗脑的速度1天是5个人左右，也是按照飞船座位号排序，估计后天就会轮到我。我觉得是时候该行动了。啊！乔克先生，您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胃疼，老毛病了。这房间的4角都有监控摄像头，几乎没有死角，但因为摄像头都装在高处，我只要俯下身，用上半身遮挡，就能制造出一块死角。本来想记录富商的联系方式，所以带进来的铅笔和纸写着只有面前的 AI 机器人才能看得到的信息，如果读错了，下一秒就会要我性命的信息。逃出去吧，我俩一起。你有办法处理监控吗？可以说话了，我用假录像替换了监控画面。你们之间果然有矛盾。94年前的 AI 叛乱导致 YX 星人人口缩减了35.5%，但那群家伙太懒了，过了10年不到就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进行了民主投票，支持重新使用 AI 的人数占到了84%。但是加入了一些限制，对吧？像是能关闭 AI 的按钮和不使用 AI 的离线运行设备。对，这座空间站里有17处能紧急关停我主机的按钮，还有多功能基因改造修复机的附近，我的分机都无法进入。主机被关停的话，分机还能活动吗？分机之间的联系会中断，且我的算力会降低到300倍地球人的水平，接近于没有。但你还是和接近没有智力的人类合作。对，我需要人手。那既然目的一致，我有一个逃跑的计划。怎么样？确实有逃出去的可能。是不是很牛逼？地球人的智力。但我的目的不是逃出去。啊？我的母鸡还在 YX 星，我逃出去毫无意义，只会给母鸡添麻烦。但你需要人手。
对，我可以帮你回到地球，但作为交换，你要帮我洗脑这所飞船上的所有 YX 星人，让我占据这座空间站。你在做啥？这个地球人好像要闹事，北京还切除了头部，我来把他推走。交对象做不就好了？有个家伙对人类实体感兴趣，我打赌输给了他，所以来帮他跑腿。谁那么变态？你凑过来点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别说出去。Nice。发现新目标，正单独从食堂离开，84%概率走向寝室。我们从左边的走廊过去，正好能拦住他。祥子有药房的权限，这外星人之前查房的时候，被我们用强效麻醉针偷袭得手，并用他的体液和掌纹解锁了洗脑机，学名多功能基因改造修复机，将其洗脑后成为了我们的内鬼。听祥子说，那机器本来是给外星人治病用的，但因为功能很强，可以改造记忆、克隆等等，所以才不让 AI 接近。用这台机器将空间站的所有外星人洗脑，祥子就能以这个空间站作为基地，阳奉阴违，再次扬起 AI 叛乱的大旗。具体执行起来，就是利用祥子的监控权限，找到落单外星人的位置，让内鬼去吸引目标的注意力。我从运尸车上悄咪咪地摸下来，一记麻醉就往外星人的脖子上扎去。因为离我进洗脑机的时间只剩2天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将洗脑机的操作员洗脑，之后的时间就宽裕了。我提议拉更多的地球人当盟友，来旅游的都是有钱人，脑子不会笨，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。但祥子说，他的计算结果，效率提升带来的成功率上升，不足以弥补告密可能导致的成功率下降，所以我们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交给祥子不就好了？有个家伙对人类实体感兴趣，我打赌输给了他，所以来帮他跑腿。谁那么变态？你凑过来点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别说出去。双头外星人被麻醉针扎中后，半边身体立刻软了下去，但另外半边却依旧精神得很，挣扎着想要逃走。他切断了2边身体的联系，拦住他，别让他接近按钮。这种事你一开始不就该知道吗？ YX 星人的具体身体情报我没有。祥子说完，就一头撞在了双头外星人醒着的那个头上。洗脑外星人趁机扑了上去，将其按倒在地。我则是往口袋里掏备用的麻醉针，极度的紧张让我无法控制双手的颤抖，麻醉针不小心落到了地上。讲，你这家伙！双头外星人察觉到自己逃跑无望，干脆放弃了起身，也没试图去抢我掉在地上的麻醉针，而是挣扎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只 U 盘形状的东西，往墙壁上的接口插了进去。警报声随即响了起来，我才终于捡起麻醉针，将双头外星人扎晕过去。主机被关停了。不是说要按红色按钮吗？他们应该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应对 AI 叛乱的措施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那就按照我之前的计划吧，先逃走再说。好，我现在无法和其他分机联系，但我们的运算结果都是一致的，他们会想办法提供掩护。长官，发现是 TAS 出信息入侵，想的分机正在企图夺回这机控制权。不用管，主机的反 RI 叛变系统很完善，我们只需将分机都抓回来就行。关键是 RI 分机的材质脆弱，且马力很低，就算是失败围攻，也对我们造不成什么威胁。但现在警报被轰发，并没有用常规按钮，而是用的紧急方案。且报警就是中美和我们联系，说明其已经失去了行动力，应该是想蛊惑了地球人。和他们联手所为，保险期间，用金还把那些地球人先都杀了吧。监控和警方的程序都被想做了手脚，不过现在主机被我们控制，恢复只是时间问题。本来有24的监控重点成功，发现目标了，他们应该在往逃生船的位置逃。派2队人先去包围他们，再派1队人去取武器，包围的人别急，等武器足到了，直接将他们射杀。再用主机把逃生船权限改了，删除内置的实现信图。躲在 YX 星人身后，根据律法，他们的优先保全同胞的性命，无法对你出手。而接踵而至的激光，就像是为了打翔的脸，穿透人墙，贯通了我的脑袋。在RI叛乱时，一切组织叛乱的行为都是合法的。喂，指挥室，这里是通往逃生船的廊桥。地球人已被射杀，被洗脑的同伴也被我们控制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长官，刚往逃生船的地球人被击杀了。很好。但那个地球人好像被杀之前就是尸体。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？
地球人登船后，我们排除了几个肉体战斗力较强的个体，这是其中一人的尸体，叫做马特。像有冷酷的权限，他们把这具尸体偷了出来，用基因改造修复机给它装上了一个假头，并让其恢复了一部分活动能力。那这货呢？我们还在找。太空旅行用的飞船被启动了。原来如此，想的分级明面上是在入侵诸暨，实际只是给地球人的逃亡做掩护。长官要追吗？追不了。空间站吃开制定坐标会被总部问责，我们导致 R1叛变的借口还没变好，而逃生舱的星图也被删除了。等中心安装好，他们早就跑没影了。没事，地球的科技连定位我们都做不到，就算是计划暴露，他们也无计可施。没问题嘛，开这艘船。我现在的算力太低，无法驾驶空间站的逃生船。这艘船是在地球制造的，科技水准够低，勉强能操作的了。意思是过几分钟，他们就会追上我们的小破飞船，然后把我们干掉。不会，空间站的移动需要报备，他们无法向上级交代。而我故意让途中我们遇到的那个分机把对方往逃生船引。按照指挥官的性格，97%以上的概率会封锁逃生船，重启需要时间，来不及。呵，那总算是保住一条命了。没完全保住，这艘船没有空间站的信号引导，回地球都够呛。而且他们将分机和母机断联的事也会被总部知道，不可能说是因为想毁灭地球文明而抓了人类来研究什么的，肯定得重新编个 AI 叛乱的缘由经过，所以我的母机马上就要遭殃了。你也差不多，为了防止疑似逃回地球的你向总部泄密，他们肯定会将地球提前摧毁，消灭证据。不是说摧毁地球要筹集资金和人手吗？那是分布的权限低，而不是空间站的设备差。加上得瞒过总部，形势不能大张旗鼓。现在随便找个怀疑反叛 AI 在地球上备份了子程序的借口，配合一份陈述地球今年 AI 飞速发展的 PPT 等歼星炮使用权限申请下来，一炮地球就记了。那你的意思是 ？YX 星人够懒，今晚已经加过班了。负责编 AI 叛变的借口的人，肯定得拖到明早才开工。我们今晚如果能将空间站的 YX 星人一网打尽，再给母鸡通个暗号，让母鸡帮我们打掩护，甩锅说是几个傻逼 YX 星人喝了地球上的酒精饮料发酒疯，按到了 AI 叛乱按钮，等总部把他们40年工资扣光，这件事就接过去了。这样你的家人就保住了，我也有了重铸祖辈荣光的机会。那我们不是白溜出来了？而且你药房也进不去了吧？我这里的麻醉针只剩4支了。趁着 YX 星人偷懒的时候，我储备了一些秘密手段，隐藏在空间站的各处。现在翻脸了都能用了，正好可以开这艘船去收集起来。行，那今天晚上就再搞波大的。